大家好，这次小胖给您带来的故事叫做《蒲松龄草亭路问》。那是一个风静月明的夜晚，一个叫上升的书生秋夜里独坐书斋，正望着月亮发呆呢。忽然一女子翩翩而来，那女子美若天仙。你读过《聊斋志异》吗？听说过蒲松龄草亭路问的传说吗？这个呀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，我们还是从蒲松龄小时候说起吧。家道中落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在河之中窈窕淑你要让松龄回家，他从此不再读书了。是啊，我今天不得不把他带回家去。我知道先生很喜欢这个学生，多谢先生的多年教诲了。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松龄是个爱书如命的好孩子，天生读书料，眼看就要乡试了，半途而废，实在可惜呀，可惜呀！让他中途辍学也是实在迫不得已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孩子，走吧。弟弟，今天怎么走得这么早？我今天又写了一篇文章。先生说很快就要乡试了，要学的知识还有很多呢。松龄啊，休息会儿吧。小鱼，爹爹，你对我的文章还没有评价呢。书使一日无功，则愧则警，则汗涔涔也。这话是你写的吗？是啊，怎么样呢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孩儿自省自警，意思是如果我有一天不读书，毫无成绩，我就感到惭愧，就要警醒自己，就浑身汗涔涔的。很好很好，我儿却是一个用功的孩子啊。可是弟弟，你怎么了？可是什么？你从此就不能上学了。为什么呀？儿啊，蒲家世代都是读书的人，为父岂不希望你读书成才呢？无奈家里就只有数亩薄田，又逢天灾，为了养活这一大家人，为父只好弃文从商。今后你要跟着我，走南闯北，外出做生意谋生了。孩子，累了一天了，歇息吧。孩儿想再看一会儿。看一看，瞧一瞧啦！上等的西瓜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上等的好西瓜。父老乡亲，请品尝。这瓜不错呀！来，我给你最低的价格啊！孩子，等一下，为父定点货单。话说这位皇帝专爱斗蛐蛐，于是百官进贡。有个叫成名的百姓，因捉不到蛐蛐，常常遭到官府毒打。后来抓到一只好蛐蛐，结果儿子拿出来玩，让大公鸡吃了。儿子没法向父亲交代，投井自杀了。蛐蛐没了，儿子也死了，祸不单行。大胆刁民，竟敢聚众闹事，给我打！你这个老东西又跑到这儿来了！你再聚众闹事，妖言惑众，我就把你打入死牢！快滚！多谢小公子相助啊，本人不知何以报答呀。先生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想听您说书。难得你一片痴心，好吧，我给你讲。太好了！那家儿子死了，又无法进贡交差，走投无路，也想随儿子而去。
不料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大蛐蛐跳到父亲身上，拦住双亲。原来这只蛐蛐啊，是他们儿子变的。程明含着泪把它交给县太爷，县太爷把它献给皇上，儿子变成大蛐蛐。这只蛐蛐在宫中没有敌手，所有的蛐蛐都斗不过他。县太爷升了官，老两口失去了儿子。可恨的贪官污吏，这个故事太好了，借助神鬼表达心目中的爱憎，真是太好了。小公子是个读书人吧？是啊，可是因为家境变故，我已随父弃文从商了。小伙子，别灰心，我看你有学问。如果你能像明朝的吴承恩一样，广搜民间的故事，去写一部像《西游记》那样的书，不也是一桩乐事吗？多谢先生指点迷津，从今后学生拜您为师，天天听您讲故事，我一定要写成这部书。我哪有这么多的故事啊？故事就在民间，只要你用心收集，天下的故事取之不尽呐。松灵，松灵，松灵，爹爹，爹爹，我找到路了。路？什么路啊？我要写书，搜尽人间奇事，写一部人间奇书。爹爹，你沏茶，我去招呼路人。啊，路过的行人客商、父老乡亲，请到凉亭歇歇脚吧。到这里喝茶歇息，分文不走，钱。歇息喝茶去。嘿，那一天我在山中砍柴的时候，碰见了一件奇事。一位道士走到湖边，把手中的拐杖丢进水里。蒲松龄就是用这种方法，几十年如一日的从民间搜集、积累写作素材，到了将近40岁的时候开始创作，终于在接近暮年的时候，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巨著《聊斋志异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评论和点赞。我们下集再见。